随着 AI 技术的崛起，其无与伦比的智能搜寻优势、各种资讯的快速整理以及归纳功能，为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但同时，这也无形中为创作者们带来了恐慌。例如， AI 生成图片的功能虽然非常便利，不仅可以快速给原稿上色，只需动动手指输入文字， AI 就可以替你的创意产生精美图片。这些功能虽然可以节省创作者大量的时间，但未经原作者同意被训练出的 AI 模型，却引发了各种著作权的纠纷。于是很快的，社会上便出现了另一种声音，来自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们开始忧心 AI 可能会逐步取代自己的工作。不仅如此，也有人担心未来人们若过度依赖 AI， 不但自身的技术能力可能逐渐退化，连灵感与创意都会因此枯竭，最终导致整体创作力的下降，甚至出现创作中只要有使用 AI 辅助被人发现就无条件猎物的网络现象。由于我过去也是一名图文作家，究竟 AI 是否会取代真人绘师，是否有侵犯著作权的疑虑，也会是我不可避免的议题。那么今天就让我们来聊聊吧。 AI 与著作权。根据现行的著作权法规定，著作权必须由人类创作，并且具备精神成果才能成立。以这层面来讲， AI 不是人，也不具备人权，至少现在还没有，所以便不具有著作权。这点在中华民国著作权法与多数国家法律中都是有共识的。但有人或许会疑惑，输入指令也是需要由人来执行，想要变魔法也要知道咒语怎么咏唱。从这层面看， AI 图也是有付出精神力在里面啊，怎么就不受著作权法的保护了呢？然而 AI 产出的作品是否可以受到著作权保护，目前仍需以个案判断。核心要点就在于人类参与的比例与创意的表现程度。例如说，今天你喂 AI 的东西是你已经画了一幅很详细的草稿，并交给 AI 进行上色，那这张图你的原创性比例就是比较高的， AI 只是扮演了完成这张图片的辅助角色。但如果你只是输入几行指令后，就完全交予 AI 自行生成图片，属于你的原创性比例过低，那这张图可能就不享有著作权。原则上来说是这样，但也可能出现例外。假设某天突然有人跳出来，指出你完全用 AI 产生的图片侵犯了他的著作权，并且可以详细提供明确的草稿、光影构图等素材，这样它是否具有著作权呢？很遗憾，目前实务上尚无明确标准，最后仍陷入了需看法院判断的灰色地带。所以最保险的方法还是提高自己本身的创作比例，并留下创作时的记录，才不会落入争议的模糊空间。毕竟，若你只是使用 AI 来辅助绘图，让画面的光影更细腻，色彩更加丰富，这样的辅助尚可理解。但如果一夕之间成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油画大师，那就不是单纯的辅助，而是风格与层次的飞跃，两者之间仍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大家到这里还跟得上进度吗？我们目前已经探讨了由 AI 辅助我创作是否有著作权，以及完全由 AI 产生的作品是否有著作权两个议题。接下来我们将更进一步一起来探讨，拿别人图喂 AI 是否构成侵权呢？ AI 模仿画风是否侵权，以及迷因图是否构成侵权等更加有趣的议题，赶快来深入了解吧。拿图喂 AI 是否侵权？首先，拿别人图喂 AI 是否构成侵权呢？要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先了解什么是改作。所谓改作，是指在既有的著作上进行像是改编、重制、翻译、改写、编辑、配乐等等，衍生出新内容的行为。而根据著作权法第65条，改作是需要原著作权人同意的，否则就可能构成侵权。理解了这一点后，我们就可以清楚知道，如果你拿别人画的图或照片喂给 AI 当训练或参考的素材，
让 AI 生成出一张与原图极为相似的图像，而且这种相似性已经高到让人一眼就看出原作来源。那这种行为就有可能构成改作，等同于侵犯著作权。即使你只是用 AI 重绘了一张图，表面上看起来是全新生成的，但若其结构、光影、角色姿势等与原图高度相似，那么这样的图仍不能被视为完全原创或自由使用的 CC0 素材。没有那么容易的事，这同样是有侵权风险的。AI 模仿画风会违法吗？就在最近，相信不少人，当然也包括了在荧幕前观赏节目的你，都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亲友画风突变。大家纷纷摆脱各种美颜 App 啊、迪士尼滤镜，将自己的社群照片转身投入了吉卜力画风的异想世界。这不仅让宫崎骏爷爷气得跳脚，也带来了另外一个议题：AI 模仿画风是否侵权呢？现在回到法律小课堂时间。根据著作权法所示，著作权保护的是具体表达，而不包括抽象概念。因此，画风这种风格性的概念本身其实是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也就是说，如果 AI 模型只是模仿了某位绘师的画风，但创作出来的图片不仅构图、角色甚至细节都完全不同，这样通常不构成侵权。不过要注意，如果 AI 所产生的作品不止画风相似，连构图、角色姿势、元素配置等也高度相似，那就有可能构成所谓的重制或改作，这就属于著作权保障的范围了。因此，假如你是一位绘师，某天你发现自己的画风被 AI 模仿而感到不满，很遗憾的，目前在著作权的范畴下，你是很难主张自己的权利的。这也是不少创作者对 AI 感到焦虑的原因。但话又说回来，极具识别性的画风虽然不受著作权保障，却可能构成商标外观或不正当竞争的侵权行为，这又是另一层面的法律问题。而若 AI 模型本身是透过未授权资料训练，也可能涉及训练阶段的侵权问题，因此平台或开发者需注意授权问题。网络名应与合理使用，恶搞创作的边界在哪？刚刚我们谈到了重制与改作的概念，这里就顺便延伸来聊聊网络上一个大家再熟悉不过的创作形式——迷因梗图。迷因图是一种源自于网络的流行文化，大家都在做，也几乎每天都在看。但你是否曾想过，这些迷因图会不会侵犯著作权呢？其实，迪路多年前就针对这个议题发表过一篇讨论文章。在近期咨询了专业法律人士后，得到的结论是，迷因创作在法律本质上确实有可能构成著作权侵害。然而，是否构成侵权，乃属于著作权法中的告诉乃论之罪，也就是是否追诉，必须由原著作权人提出告诉，并交由法院视个案裁定。换句话说，不是没有侵权，而是只要原作者没有提告，基本上就不会有法律责任。但这不等于这个行为合法哦，而是仍游走于法律中的灰色地带。那你可能会想，那如果我把一张图片改成迷因酷搜梗图，算不算合理使用呢？根据经济部智慧财产局的说明，若将一张图片加以改图、加工，并上传至网络作为迷因图发布，可能涉及重制、改作以及公开传输，除非你使用的原图是明确标示可合理使用的素材，否则这些行为原则上都应该取得原作者的授权。那么，如果我改图的目的是为了恶搞、讽刺原作或时事呢？这样算不算侵权？在学理上，这类创作被称为诙谐仿作。若符合转化性之利用，也就是改图的内容已经与原作所欲表达的核心意义完全不同，则有可能被认为著作权法第65条第2项所规范的合理使用。但要注意的是，合理使用并不等于绝对合法。即使你主张自己是恶搞转化了内容，一旦著作权人认为自己被侵犯，提出告诉，最终仍需交由法院判定。这里又可以带出一个万年议题，那就是同人志是否侵犯了著作权呢？大家有兴趣的话，迪路在第1季的迪路小动画节目有探讨过，可以去看看哦。AI 能否取代绘师？工具与智能的本质差异。
再回头谈谈 AI 制图风波下的真实写照吧。AI 制图技术一飞冲天的当下，许多人也开始投入其中，踊跃的尝鲜，但同时也吸引来一大堆的反对声浪。国外甚至有了反 AI 制图运动的诞生。但我们也有必要为此感到焦虑吗？不得不承认的是，如果你今天只是单纯要在 FB 或部落格上发个文，想配一张吸睛的插图，并没有特别指定角色，也没啥太细节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用 AI 来生图真的又快又方便。但如果你是客户，需要的是一张完全符合指定角色造型的商用插图，设计稿必须跟设定一模一样，还要符合某个品牌的形象，那就不是目前 AI 能胜任的范围了。因为大家用过 AI 的就知道，它真的超难教。你每次输出都要试好几轮，指令打到天荒地老，还出现一些奇怪的 bug。想做细节修改又沟通不良，整个过程浪费的时间成本，还不如干脆找个真人绘师好好沟通，一次到位。目前 AI 弹性处理的能力很差，所以我个人是觉得真人绘师不用太焦虑说自己会完全被取代。但话说回来，对于那些造型规格要求没那么高的案子，客户们可能真的会倾向直接用 AI 解决，这也的确会影响到某部分绘师的订单量。不过说到底，这就是个案问题了，不是全面取代。为什么真人绘师仍然有优势呢？ AI 目前还做不到的事情太多了，比如说它不懂故事逻辑以及剧情连贯性，拼接而来的情节常推导出匪夷所思的故事剧情，没有角色性格的把握力，导致生成的连环图片中每一张角色的脸都有微妙的不同。做长期专案，那更是想都别想了。完全没有专案管理能力，将文案全权交由 AI 整理时，若没有逐一仔细检查，那便可能出现难以想象的重大纰漏。而在商业层面上，企业通常也不太敢用 AI 图，因为怕踩到版权不明这个大地雷。你用了 AI 图，但 AI 是用什么资料训练的？里头会不会侵犯到别人的著作权？这些问题一旦被追究，风险太大了。所以很多企业宁愿直接找真人绘师，也不要冒法律风险。而回顾过去，我们是不是也这样恐慌过呢？老实说，这波 AI 风波让我不禁想起15年前电绘刚起来的时候，当时很多手绘派的绘师超级反感电绘，觉得电脑配色比刷辅助太作弊了，认为未来绘师会变懒，会丧失基本功，甚至把电绘当成邪门歪道来抵制。但结果呢？现在电绘反而变成主流，没人再去吵这件事了。倒是那些死守旧技术、不愿学电绘的人，后来反而越来越难接到案子，被市场淘汰了。这其实就是个很经典的循环。当新技术出现时，人们总会先恐惧，但一旦时间拉长，你会发现技术不是来取代你，而是帮你省下杂事，让你能专注在真正有价值的创作上。那要怎么善用 AI， 而不是被它牵着走呢？其实很简单。AI 是辅助，不是取代。你可以让 AI 帮你找色调、调整光影，但构图的逻辑、画面的故事性、角色的情绪与创作的构思，这些仍然必须由人来把关。我身边有很多业界的绘师朋友，他们都懂得善用 AI 工具加快工作流程，比如用 AI 测试光影表现，搭配不同配色，但他们始终握有创作的主导权。这不代表他们功力不够，恰恰相反，这正说明他们很清楚什么事情该交给 AI 做，哪些部分必须由人亲手处理。不过这里要提醒一点，想要善用 AI， 自己本身的底子也不能太差。你要有足够的辨识力，知道 AI 给出的东西哪里好，哪里不行，该怎么改，怎么修，该删掉什么，保留什么。否则整张图都靠 AI 生出来，自己却搞不清楚哪里有问题，甚至连明显的 bug 都看不出来，这就不是善用工具了，而是被工具牵着鼻子走。久而久之，一旦过度依赖，停止思考，那问题不是出在 AI， 而是你根本没有准备好去驾驭它。AI 的关键在于判断力，人有素养， AI 才是好帮手。你若什么都不会， AI 就不会是助手，而会成为你逃避成长的最佳借口。说到底，人会不会被 AI 取代呢？老实说，我不认为人类会被 AI 完全取代，但我理解大家为什么会焦虑。AI 是一个全新的东西，再加上相关法规还没跟上，自然容易让人产生不安全感。
迪如个人认为，依当今的技术，人类不可能被 AI 取代，甚至有因为民众对 AI 还不够了解，导致 AI 被过度神化的现象。究竟未来人类是否会被 AI 取代？又或者 AI 的便利会使人的技术程度下降，导致一代不如一代？这还需要等待若干年后的验证。但一直以来，人都分为懒惰的人跟勤奋的人。如果你真心喜欢某项技术，自然会愿意自主花时间去学习它。但惰性强的人，可能就会出现过度仰赖便利性而不思进取的情况。除了前面举例的15年前手绘派绘师担忧自己的饭碗被电绘取代，担忧未来绘师会因为电绘的便利就程度下降的状况，过去还有很多因便利的新技术出现而导致人们有类似担忧的例子。例如18世纪中后期纺织机出现时，由于当时纺织业是英国最大的重要产业之一，数十万人依赖纺织业为生，造成纺织工人恐慌自己失去生计，发生了反抗的社会运动，甚至爆发了著名的卢德运动。当时奈德·卢德的追随者组织起来砸毁机器，抗议机械取代人工，抢走了他们的饭碗。而虽然当时许多传统工人失业，但也促生了未来新的产业链条与就业形势。当传统纺织技术被机器取代后，纺织业的手工制作转型为工厂制，再转为全球制造。演变至今，纺织不再只是生产部，而是包含科技、时尚、环保等领域。1839年相机问世时，出现写实派画家担心自己失业的恐慌，但反而促成了艺术的重大转变，让画家开始思考艺术的价值不在于像不像，表现艺术立体派、抽象派也陆续兴起。至今，摄影与绘画也各自发展成不同的艺术领域。若你觉得以上的例子都太过久远，我们可以来举个最近代的例子。2020年左右，将 3D 角色模型导入作为绘图骨架参考的功能开始普及，当时也掀起网上一堆人的排斥。排斥的原因是因为大家认为，若人们习惯使用 3D 辅助，会导致未来绘师们能力下降，以及认为这样子算是一种不够用心在制作上的偷吃步。当年甚至出现了，如果你画图有使用到 3D 模型辅助，必须在发布作品时明确注明，不然就会惨遭言上的网络猎巫情况，导致有使用 3D 模型作为辅助工具的绘师们都只敢偷偷使用。但现在谁还管你这个啊？虽然每当新技术出现时总会掀起恐慌，但历史告诉我们，人们会因应新科技而进化与转型，不会被单纯的技术替代。且任何技术的发展都是为了使人类的生活更加便利。当人的生活变得更便利后，就会有余裕去促成其他技术的发展。我认为当今 AI 会掀起恐慌，除了因为它是项新技术外，也因为它真的对人们而言太新、太陌生了，且仍需要建立更完善且统一的法规去规范。或许再过个几年，当人们对它有更深的认知后，就可以降低大家的恐慌。也可能我错了。但不论未来如何发展，不论你几岁，如果你不想被时代淘汰，就永远不要害怕学习新技术。会被淘汰的往往是抗拒学习新技术的人，而不是新技术把人淘汰。会因为新技术的出现就过度依赖而止步于此的人，往往是本身就怠惰的人。总归一句，充实自己往往最为重要。历史证明，懂得顺应变革、学习使用新工具的人，才是能留下来的人。使用 AI 时的恼人行为。那我们说完了为什么应该学习 AI 工具使用，接下来要说的是使用 AI 时会扰人的行为。拿 AI 生成图去跟真人绘师拼比，这行为就像骑着摩托车就去讥讽奥运选手自己速度比较快、比较厉害，或随手拿相机拍照，然后觉得自己成了写实派画家。前者跟后者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这样去拼比是完全没意义的。若有人因为这样产生了优越感，拿着生成的 AI 图去讥讽学习中的画家，自己只花了几秒动动手指生成的图比别人手工画得好啊，或学会用 AI 生成图就认为自己成了绘画这个圈子的人士啊，这样都是非常愚蠢的行为，也非常的不尊重专业。
AI 只是取代过去重复性高又费时劳动的工作内容。以我自己的使用方式为例，我会在上完底色并上完基础光影后，将图扔给 AI， 然后输入这是我绘制到一半的图，背景环境是什么什么，色温想要接近什么什么，氛围感是什么什么什么，请帮我在图上生成符合环境的光影，我要作为参考，谢谢。然后它会生成一张上完环境光影效果的图，接着我会将它缩小放在角落做光影颜色的参考，继续把图稿绘制至完稿。但如果你会介意自己的图扔给 AI， 担忧它会因此学走你的画风，请不要学我这个方法。如果我不知道一个物件的其他角度怎么绘制，不知道它其他角度的结构长什么样，例如机械或枪械之类的，也可以请 AI 算出该物件的3视图作为参考，这样可以省去过去要自己找大量参考资料或来回调整光颜色配置试色的时间。这样子的使用状况下，真人在这张图上投注的心血是一样的。AI 工具在整张图中使用的比例只起到参考与辅助的作用。过去就算没有使用 AI， 仍然是可以自己徒手画出整张完稿，只是利用 AI 的运算功能，省去找参考资料的时间。但如果你是整张图都用 AI 生成，自己只是做了点加笔的加工动作，这样就会变成在偷懒了。而大部分人会反感的是这种整张图 90% 都是用 AI 生成，结果却对外声称整张图都是自己画的，还产生优越感，认为自己超会画图，甚至去贬低其他绘师的状况。消费者角度，大部分人反对 AI 工具使用在创作上，是因为消费者想要购买的作品是某个作者花心血制作出的产物，不想买到这种用 AI 可以快速一件事生成的东西，这样会让人产生既然随便动动手指就能生成图，那我干嘛花钱买啊？得花冤枉钱的想法。如果买到的图是用 AI 生成的，且卖方没有如实告知，也会让消费者产生被欺骗的感觉。我这边想到的一个例子是 VTuber Neurosama， 虽然是 AI VTuber， 但大家可以看到开发人员 Vito 在上面投出的数年大量心血，同时也不会摆出一副 AI VTuber 可以取代真人直播主的优越嘴脸。这样的状况下，大家不会对使用 AI 感到反感，也会对开发者的努力感到赞扬。因为即便有使用 AI， 人的努力仍在整个专案中占了最大的比重，也不会不尊重真人直播主的专业。个人认为，在这样的心态下使用 AI， 便没什么好反对的。AI 对网络创作生态带来的负面影响。接下来要说的是 AI 工具对网络创作生态带来的负面影响。AI 生成图功能开始变得所有人都方便使用后，因为很多人对 AI 反感，所以开始出现了 AI 猎巫的现象。很多画风像市面上普遍几家 AI 生成图般精致的绘师，被质疑他们的图不是他们自己画的，而是用 AI 生成的。想想啊，自己花了10到20个小时精雕细琢出来的心血作品，被说成是花个几秒用 AI 生出来的，在绘师角度确实是蛮值得让人生气的。也有很多绘师不堪其扰，变成必须要不断发出自己的绘图过程，以自证清白。反对 AI 者开始用放大镜去质疑创作者的作品是否有使用 AI， 造成了支持者对创作者的不信任。而这种 AI 猎巫现象也演变成了无条件反对 AI 的偏激状况，也就是在创作中，不论 AI 是否只是作为参考与辅助使用，不论人工比例占了多少，不论是否如实告知，只要有使用到 AI， 就是往死里打的给他延上。又或者在知道对方只是作为辅助使用后，仍然认出你这样在创作中使用到 AI， 会造成其他人效仿你，进而导致工具被滥用，所以你不能这样做的滑坡论点，去指责只要使用 AI 就是坏，就是败坏创作市场的帮凶。为避开这种过度的自我审查，许多有使用 AI 工具辅助的人也只敢偷偷的使用，避免自己被跟那些几乎整张图 90% 都是用 AI 生成的人画上等号。也有公司觉得美术图就全都用 AI 生成图就好啦，省钱又省时，于是开除真人绘师，然后在看中美术图的专案中放了一堆 AI 生成图。这样的鬼故事也不少。AI 作为工具，它本身没有问题，只是它把不尊重专业的人给架出来了。而这样就开始掀起了该不该使用 AI 的论战争吵。结论
与其争吵该不该使用 AI， 或许当前更该做的应该是宣导人使用 AI 时的正确心态。对于禁止派，由于 AI 工具的便利，未来 AI 势必会成为人人使用的工具。全面抵制与排斥学习如何使用，会使你的效率大幅落后于其他学会使用工具的人，与现代社会越来越讲求速度的快节奏脱节。这就会造成前面提到的，不是 AI 将你淘汰，而是不学习新事物导致自己被淘汰。而且偏激起来禁止，就会导致网络猎物现象，变得看到 AI 就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一波。对于使用派，不惰性使然过度依赖或全盘依赖 AI 工具，只是让你的作业速度与流程加速。没了工具，你依然要有能自己创作出同等程度的作品的能力。且不论有没有使用 AI 工具，尊重专业，不优越，这本就是对待他人该有的素养。而以上这些都考验人的素养，谁没素养，一目了然。不过，这也只是我对当前状况的想法啦。科技日新月异，也可能在未来发生其他重大问题时，我的观点也不再适用。未来会如何发展？人与 AI 会如何共存？人是个发展中的议题。若有其他想法，也可以留言分享。我是 Dilucat， 我们下次再见。本集内容经过简荣中律师提供法律上建议。If you're letting me hold you in my arms, well, I can't let you go anymore. 血腥画家11周年周边商品已于迪路制作官方卖场开放预购。本次带来9项新品，部分10周年商品也开放再制预购。预购时间2025年10月10日开始，至11月15日截止，时长仅1个月，逾时不候。长达24分钟的舒眠像哄睡 ASMR 也已上架。这是给粉丝们的免费福利，欢迎至官方 YouTube 频道收听。